年少不知养生贵，老来方悔求医贫。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快停下！这类水会致癌，很多人却天天喝。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根据一项关于生存极限的研究显示，人类在不出门吃饭的情况下可以持续生存3周，不喝水的情况下只能存活3天，而如果没有新鲜空气，仅能够生存短短的3分钟。这再次凸显了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每天充足的饮水对于维持健康至关重要。但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一种水喝多了是会致癌的。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探究一下。想必大家在网上都看到过以下说法：千滚水致癌，隔夜水致癌，阴阳水致癌。这些水真的会致癌吗？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1. 千滚水，即反复烧开的水。为什么大家会说它致癌呢？原因就是自来水中有硝酸盐，反复烧开的过程中，部分硝酸盐会转变为亚硝酸盐，在人体内，亚硝酸盐会产生亚硝胺，而亚硝胺具有致癌性，因此很多人认为千滚水会致癌。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分别取了6个烧杯，包括原水和经过1次到5次煮沸的水，然后测定其中亚硝酸盐、硝酸盐等物质的含量。实验结果显示，在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中，经过多次反复煮沸，也未检测到亚硝酸盐的存在。即使在实验中人为加入一定量的亚硝酸盐，经过多次煮沸后，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没有明显变化。因此，一般情况下的反复加热并不会显著增加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实际上，即使经过多次加热，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也不及一根火腿肠。2. 隔夜水。说隔夜水致癌，其实跟说千滚水致癌是一个套路，那就是亚硝酸盐含量多。尽管水在自然环境中保存时间越长，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可能会增加，但即使是隔夜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也远远低于吃口泡菜或午餐肉摄入的亚硝酸盐量，离致癌水平差距很大。放置时间过长，虽不至于让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但可能出现水变质或掉虫子和进灰尘的情况。所以建议开水烧好之后尽快喝完，不要久存，实在要保存，最好放在密封容器保存，尽量避免细菌过多增长。3. 阴阳水。阴阳水是指热水与凉水的混合，有人认为喝这种水对健康不利。然而，这个说法并不一定成立，关键还要看凉水的来源。如果凉水是来自生水，比如井水或河水，可能含有细菌、病毒或寄生虫，那当然不能直接喝。即使是自来水，经过消毒处理，但在管道中可能再次被污染，所以也不建议直接饮用。如果凉水是纯净水，且放置时间不太长，那只是不同温度的水混合而已，是可以安全饮用的。真正致癌的水是什么水呢？答案就是多喝热水中的热水，这里指的是高于65摄氏度的水。多喝水是正确的，喝水本身并没有错，真正引起致癌的原因在于水的温度过高，而不是水本身。研究表明，高于65摄氏度的热水可能导致食道癌。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温度高于65摄氏度的热饮列为2级致癌物，即可能直接导致多种癌症。这主要是因为口腔、食道和胃黏膜对高温饮料比较敏感，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尚能耐受，但超过65摄氏度则大大增加了消化道烫伤的风险。偶尔的高温烫伤口腔和食管内的黏膜可以自我修复，
但如果长期饮用高温水，则可能诱发食道溃疡，最终可能演变为食道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将热水的温度限制在65摄氏度以下。怎样喝水才是正确的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天然饮品中，凉白开水排第一，任何含糖饮料都无法替代。其次，在居民膳食指南中，明确推荐每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每天8杯水，每杯约200毫升。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适量饮水最为重要，因为我们每天从食物中也会摄入一部分水分，所以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并不需要刻意追求8杯水。3. 每次喝水量不宜过多，应该少量多次的饮水，这样更有利于水分的充分吸收。4. 长期单纯的喝天然纯净水也不可取，不能为了追求口感而忽视其他方面。过度净化的饮用水对人体健康有害，它会将我们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一并去除，长期大量饮用这样的水也不利于身体健康。相比之下，含有适量矿物质元素的天然水是更健康的选择。总之，正确的饮水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要坚持适量饮水，少量多次，水温要低于65摄氏度，选择正确的饮品，并根据季节和环境情况进行调节，以保持身体健康。